Hello，今天想要跟大家做一下关于笑的这个影片的结尾。第一集我们讲了我的学生他们在笑人家的经验，还有我自己觉得被笑的经验。第二集拿我自己被笑的那个经验跟 Fox 讨论一下，让我有了新的看法。那最近呢，因为奥斯卡的事件，这个事件因为太火爆了，所以网络上好多人分享。因此我就观察了更多人对笑的这个看法，我自己觉得很有趣，所以刚好也可以拿这个心得用在我的结尾里面。首先呢，这个事件发生一定有双方，一方是笑人的人，一方是被笑的人。笑人的这个人，他有可能会在意被笑的这个人的感受，他也有可能不在意被笑的这个人的感受。他如果不在乎这个被笑的人的感受的话，那他就不在我们影片可以讨论的范围里面，因为他就是想要讲所有他想要讲的话。那如果他在乎这一个人的感受的话，可能他要考虑的就是这一个人他是希望被笑呢，还是不希望被笑呢，还是并不确定他想不想要被笑。举例而言，如果他想要被笑的话，他有可能是谐星专业的，他就是想要引别人发笑。可是如果他根本不是自愿被笑呢，例如说拿一些我们先天改善不了的事情来当嘲笑我们的点，那这样子他就可能是根本不想要被笑的。这个人他如果在意的话，他就可以考虑这个人他到底想不想要被人家笑。如果这一个人他并不晓得这个人想不想被人家笑，那就直接当成是他不想被人家笑，因为你在意他的感觉嘛。所以笑人的这一方其实就是如果你在乎对方的话，那你就要考虑对方希不希望被笑。如果你是一个不顽固而且又时常聆听的人，那你可以做到观察出这一方想不想要被笑，这个应该不是太难的事情。至于被笑的这一方，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去原谅笑我们的人，如果我们觉得很受伤的话。以后会想要跟大家讨论一下什么是原谅，不过我想要先跟大家说，我鼓励大家最主要原谅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不原谅就好像是握一颗仙人掌在手里一直刺痛自己一样，这样子很痛。当我们愿意原谅的时候，就好像是把那颗仙人掌放开了，那我们自己就不会再觉得痛，不会再觉得受伤，伤口也才能够开始痊愈。原谅这件事情并不是说原谅就能原谅这么简单的事情，是要随着我们的年纪增加，心灵越来越强壮，然后有更多的成长以后，原谅才会变得越来越简单。可是它的确有的时候还是会遇到难关，所以我鼓励大家的是努力操练原谅的这个能力。因为我刚刚讲了，你不原谅就像傻傻的握着仙人掌一样，不要做这种事情，你就让自己成长，慢慢的能够原谅更多的事情。有一天你看到那些事情，你就会觉得那个我现在已经不觉得怎么啦，我以前怎么觉得会那么痛那么难过啊。如果可以成长到这样子，那你就越来越不会觉得受到伤害，这样子对你的生命是好的。这就是我最后想要做的结论，希望大家都可以学得正确，活得开心。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